大家好，我叫王泽可，现在是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还有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协同创新中心的老师。今天很开心能够谈谈我对 DeepSeek 的理解，尤其是从算力、成本角度去解读DeepSeek 模型的优势。首先，我们上来看一个整体的我的理解。我觉得 DeepSeek 的优势是在于系统感知的算法创新。从算法角度来说，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创新，如 MOA， 还有特定的 MOE。当然，它也有那个系统层面的一个创新，它是能实现高性能，但又能保证低成本。其实我的理解，这也是 DeepSeek 有量化的基因。量化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是需要实现一个极致的一个性能，甚至为了1、2纳秒，或者说0.几纳秒，也在优化的极致一个性能。我猜是他们是把量化的一些想法，或者说他的一个经验，用到了人工智能中。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算力，来谈谈算力的一个基本概念。算力是什么呢？算力是信息数据进行计算，实现目标结果的能力。算力分2种，第一种的话是传统算力，也就是信息计算力；第二种的话是现代算力，包括了信息计算力、数据存储力，还有网络运载力。我们可以做个比方，信息计算力犹如鲜花，数据存储力和网络运载力犹如绿叶。我们的鲜花需要绿叶去支撑，所以我们现代算力其实需要一个从算力、存力还有那个运力协同发展。有的时候系统的一个瓶颈可能是我们的绿叶部分，如存储力和运载力。接着我们看看算力的一个发展。首先，我们都有一个原生算力，如大脑，可以处理复杂逻辑，但不能进行高效的处理简单数运算。例如，我们的大脑没法一下子去处理1万个10以内的加减法，我们是很难去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但我们的计算机可以。第二，我们看看外部的一个算力工具。第一种的话，可能在几万年前或者1、2万年前就已经有草绳、石子等算力工具。第二种的话是我们的封建时代就已经有算盘等算力工具。第三种的话是计算机，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算力提供者，可进行简单的一个运算，但不能处理复杂的一个逻辑。犹如让计算机算1万个10以内的加减法是非常容易的，可能是不到1秒就可以完成。接着我们看一看计算机算力的一个发展。首先我们看看是从1940年到1980年，那时候是大型机时代，那时候数字化未开始，算力需求潜力未被发掘。而且当时在1943年 IBM 的创始人Watson 有一句名言，他说全世界的算力只需要5台电脑就够了。从目前来看，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笑话。但是我们要想象1940几年的 IBM 估计是肯定跟现在的英伟达的一个位置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当时我们这个算力其实的重要性还未被发掘。接着我们进入了一个 PC 时代，也就是说是从1980年到2000年。这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应用只需要1台电脑，所以这时候一般算力还是够的。第3个时代其实就是云计算时代，就是从千禧年开始到2020年，这时候就可能一般一个应用可能需要几台机器，但是一个应用可能也不是一直占着机器的一个算力，所以这个时候很可能是说几个应用共享一个机器，或者共享几个机器。这时候云计算就发挥出它的一个优势，可以进行对算力进行一个切片等等这个操作，来减少开销。云计算就相当于是把所有的一个电脑再统一管理起来，这样效率会更高，而不是说每个家里都有一些分散的一个算力。接着第4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
这个的话其实是2020年开始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发现算力开始严重不足，需要大量的一些算力，甚至这个算力都不是 CPU， 而是需要 GPU 等 AI 加速器。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 CPU 算力已经开始不够了。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怎么去大概的估算人工智能大模型所需要的一个算力。当然，这里有2个公式，这2个公式的话是非常简单，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第一个的话就是数据量 D 需要大于模型参数量 n 的15倍，是这么个量。第二个的话就是计算次数相当于6乘以 n 乘以 d， 也就是说是数据量乘以模型参数量再乘以6，拿这个来算，来预估计算的一个次数。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具体来算一下。假设我们做一个万亿参数的话，我们需要多少的一个计算次数？首先，我们的万亿参数 n 差不多是等于1000乘以10的9次方，差不多是10的12次方个参数。然后我们来看看它需要的数据量，来训练这么大的一个模型，大概是需要15乘以10的12次方，也就是1.5乘以10的13次方这么一个数量级。接着我们用这个 n 跟 d 来算一下我们的计算次数大概需要多少。这样的话我们一算是大概需要1.5乘以10的25次方这个数量级。这个数量级的话可能大家也没有概念，然后我们来去跟现有的或者说咱们国家目前能买得着的算力来算一下，这么大一个计算次数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国内有2款比较流行的一个算力。第一款的话是华为的 910B， 第二款的话是英伟达的 H800 GPU。我们从算力、存力、运力角度来分析一下它们的一个数值。算力的话，华为 910B 差不多有320T， 也就相当于1秒钟可以算3.2乘以10的14次方次计算。然后英伟达的 H800 差不多是1000T， 也就是10的15次方。然后存力的话，也就是显存的大小，华为的话可能是32G， 然后英伟达这边的话80G， 也就是说这个还是会英伟达这边还是会大一些。运力的话，就 GPU 之间或者说 AI 加速器之间的一个带宽，华为的话可是240G 大 B 每秒，英伟达的话可能是900GB 每秒。第二个的话，生态角度出发，英伟达肯定是非常好，它的 CUDA 做得很好。然后华为的话 ，CAN 也是非常好，也在慢慢的在迭代变好中。第二个的话，我们比较一下生态，华为这边的话，就是产品的话，对国内没有任何的一个政策风险。然后英伟达这边的话，其实这个政策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说的这个 H800 已经在国内禁售了。最后我们比较一下我们这个成本，其实华为这个的话需要12万，然后英伟达这个的话 H800 需要25万，其实也就是说这个价格还是说是一个还是差1倍的一个关系。当然这里我们还是要说一说，从成本角度出发，其实这两款芯片很可能的成本也就是3万左右啊。接着假设我们还是前面这个要预估一下万亿参数需要的一个训练成本，我们来看一看，就说最低的一个时间怎么估计。假设我们只有一个 H800， 也就是25万块钱，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对完成一个万亿参数的一个预训练，大概需要1.5乘以10的10次方秒，也就是相当于是174000天。那个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咱们的一个寿命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无法完成的。假设我们有1000张 H800， 也就是说它这个成本有2.5亿，这样的话我们其实需要1.5乘以10的17次方秒，也就是说是174天。当然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这个就是成本2.5亿，其实肯定是不够的，肯定是需要一个起码4亿，因为不止 GPU 需要减 ，CPU 还有那个服务器，还有网络设备，
机器放的地方、机房、电力等等都需要非常多的钱，还有人员的一个成本，也就是这么下来，其实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这里的话，其实计算时间这块其实也是有点不太准确的地方，因为我们认为1000张其实就是1张的1000倍，那这个估算也是不准的。另外一个，我们也认为就 GPU 直接能跑满，这其实也不对，对吧？其实我们一般可能能达到一个5%-60%就已经是非常好了啊。当然，我们这页 PPT 主要来讲一讲，就说我们这个成本是怎么估算的，大概需要多久时间的估算。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国际上对大模型发展的一个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说是大模型的扩展规律。这个规律其实是资本非常非常喜欢的，或者说华尔街非常喜欢这么一个规律，因为资本都喜欢确定性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来回过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扩展规律是什么样子。第一个算力，我们算力的话就左上这个图，这个 X 轴的话就是说算力是越来越多，然后 Y 轴的话就是说其实它的是它的一个损失 loss， 这个 loss 的话是越小越好。我们来看，就是说算力越大 ，X 轴越往右，我们这个模型效果会越好，也是 test loss 越小。第二个的话是数据集，我们有效的数据集越大，模型的效果也是越好。第三个，我们的参数量越多，然后我们的模型的效果也是越好。这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完全是负责火力覆盖，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有钱、有算力、有数据集、有参数量，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大模型做好。当然就是国外，尤其是美国那边，其实就是按这个 scaling law 在发展。我们这里来剖析一下国际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其实是由4步组成。第一步是在华尔街融资，第二步用融资到的一个钱来购买最新的一个 GPU， 第三个用最新的 GPU 训练出性能领先的一个大模型，第四个用训练的一个 GPU 给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一个模型服务，然后再回到第一步去融资更多的钱，然后再去第二步买更多的一个 GPU， 然后第三步训练更好的一个大模型，第四步给客户提供一个服务。当然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具体是怎么做的。第一个例子，从2019年到2021年，就是 OpenAI 在微软这边融资到了20亿美元，然后在这2021年以后，或者说中间买了2.5万个 A100 GPU， 大家这里也发现了，就是英伟达挣了很多钱，然后接着用这个2.5万个 A100 GPU 训练出来了 ChatGPT， 也就是在2023年提供了给大家使用。这时候大家也知道，就是大家还是一下子对大模型的一个性能所折服，所以这时候也是一定程度的垄断市场。当然这个时候 OpenAI 的一个估值就直接达到了290亿美元。第四步就是2023年往后就给大家使用。这时候其实我们发现 OpenAI 其实它的一个营收还是比较小的，整体还是非常亏钱的。但接着我们可以看看，就是后面，尤其现在的2025年，现在的 OpenAI 已经通过特朗普的星际智能计划，已经融到了400亿美元，今年也会跟马斯克一起去抢 GPU， 肯定是抢 G200 或者B200 或者 B100 GPU 来接着训练更好的一个模型。当然我们这个就是他预估也是后面也会出更好的一个模型，然后提供更好的服务。当然这里我们要提一提，就是今年过年期间，就是星际智能这个时候，我们的 DeepSeek 发布了，这时候对那个 OpenAI 的一个计划，还有英伟达的股价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刚才说的整个的一个逻辑，其实它这个4步一定要是每一步转起来，
关键在第3步，它一定要训练出来性能领先的一个 GPU 大模型。那这一步被 DeepSeek 打破了，所以使得一整个的一个链路产生了一个影响。当然，这里我们还得再说一下，就是2025年特朗普的一个星际之门这个计划，它其实是主要还是想在这几年为 OpenAI 或者说美国的一个 AI 的一个发展，去筹5000亿美金，用来建设最好的 AI 基础设施。而且这个5000亿美金，他希望是日本出钱，沙特阿拉伯出钱，欧洲出钱，来在美国去建那个 AI 基础设施。这么做的话，就相当于是希望是把全世界的钱，除了中国的钱，像欧洲、中东、日本、日韩等等的 AI 的钱，通通都砸下美国。这样的话，美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模型，然后所有的国家都用美国最好的一个模型。当然，另外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把咱们国家从 AI 这边可以孤立出去，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说 AI 在美国独大的一个场面啊，这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 AI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当然，我们国内的话，假设没有那个禁令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完全可以按照美国这种发展方式去做，对吧？用4步来发展：第1步融资，第二步购买 GPU， 第3步训练大模型，第4步提供服务。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下可行性进行一个分析。第1步，就是说融资资金，咱们国家其实不缺钱，对吧？尤其在于优质生产力方面，完全不缺钱。第2步，购买最新的 GPU， 这块的话之前没有问题，现在的话其实是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有点问题。第3步，我们国内 AI 人才其实这块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那种比较好的一个 AI 公司里面，华人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国内的话，土生土长的一个人才也是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例如 DeepSeek 里面全是国内的人才。第4步，给客户做服务，这块的话其实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绝对优势，因为咱们国家做工业化的一个水平，其实是在全世界是一绝的。大概就是全世界别的国家加起来也可能也做不过咱们的工业化。所以这里我们看，假设美国想限制中国 AI 的发展，该怎么做呢？大家当然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只能控制中间这个第2步，而且美国也是这么做的，就是说限制中国的一个算力，或者说不让我们买 GPU。具体来看，我们看看美国是怎么做的。美国对我国发了很多那个禁令，大家估计也听说过，禁了很多方面。第一个禁了是咱们国家不准买现有成熟的一个算力，从2023年开始禁止出口高端 AI 芯片，例如 A100、H100、H800、A800等数据中心芯片 GPU 到中国。当然，现在的最新的 B100、B200都不准售卖。第2个，在运力方面，其实在2022年就已经限制了，就是限制 AI 加速器的一个互联带宽，超过一定限制，它就不让售卖。当然，当时美国的想法也是，就是说 GPU 之间的一个互联运力，假如不足的话，会影响千卡万卡一起训练的一个性能。那这一点其实也是打的也是比较准的。第2个就是限制国内一个算力的一个密度。具体来说，从2024年禁止台积电代工国内的7纳米工艺的一个 AI 芯片，例如我们的华为也受影响了，木犀等等公司都受这个禁令的一个影响。然后在纯力方面，也是从2024年开始禁止 HBM 芯片卖到中国，这也是影响我们国家的一个 AI 算力的比较不好的一招。因为我们 AI 芯片其实需要一个高带宽内存来提供我们足够的一个纯力，
然后这个假设没有 HBM 芯片的话，会影响咱们国家的一个AI 芯片算力的一个提升。当然，也在限制光刻机，例如从2024年就限制荷兰 ASML 出口7纳米光刻机到中国，等等这些方面都是美国政府对我国的一个算力的一个禁令。当然，我们来看一看算力卡脖子的一个后果。总体来说，目前国内优质算力跟美国目前是有一定的小差距。总体来看，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图，就 X 轴是时间 ，Y 轴是那个算力，就是越往上就越高越好。目前我们其实是没法买到这个算力密度比较高的一个芯片，如 B100、B200。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现在后续想出更好的模型，可能也会更有难度。主要原因在于，之前的 DeepSeek 用的其实也是主要用的是 H800，然后美国那边训练模型其实主要是 H100，这两个性能差距基本是没有的。然后后续的话，咱们国家可能是用的是华为的910系列，那美国那边可能是用的是 B100、B200系列，那这时候可能是算力密度方面应该是有点小差距了。这时候后续我是希望大家对咱们国家后面 AI 的发展更多的一个能够更多的一个鼓励啊。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咱们国家的一个大模型发展已经到了上纲领时刻了。首先我们看看国际方面它是怎么一个发展，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用大资金、大算力、大模型方式来进行一种发展方式，对吧？就是其实也是稍微有一丢丢名牌，但是算法方面也是有不同啊。从大来说，其实它完全可以按扩展定律进行一个发展，这就跟上纲领的时候用范弗里特那个弹药量是一样的，对山头进行一个地毯式的轰炸。然后这个弹药量是一遍一遍的加。当然，我们国内的话，就是大模型的话，例如 DeepSeek 千问，后续的话可能需要走一条路其实是一个 AI 算法与系统深度协同优化的一条路。然后比例的话，就是上纲领的时候，咱们国家其实从弹药量这块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呢用了一些就反斜灭坑道等等战术来弥补我们这个装备的一个差距。当然，这里我们也看看上纲领的话，咱们也不是属于战略的攻势，其实也是属于战略的守势，能把它守住，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以后我觉得是咱们对大模型，国内大模型这块，尤其目前最近这几年，在算力没有突破之前，咱们还是不能指望我们一直遥遥领先，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现实。当然，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DeepSeek 进行一个算法跟系统的一个协同优化以后，它这个成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比较一下，就是同一时期的 Llama 3.1的一个情况。具体来看，Llama 3.1差不多是在2024年7月份发布的，然后它需要的 GPU 时大概是3.1乘以10的70方，然后需要的一个序列成本差不多是6200万美元。然后 DeepSeek 是2024年12月份发布的，它需要的 GPU 时比 Llama 3.1小很多，大概是2.8乘以10的6次方，然后序列成本是5.6乘以10的6次方。接着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就是说 DeepSeek 模型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图来的体现的一个内容。这里的话，我们看看 DeepSeek V1、V2、V3 还有 Llama 3.1的一个区别，对吧？然后模型规模角度出发 ，DeepSeek 模型规模差不多有671亿模型，6710亿模型，然后每次激活370亿模型。然后 MOE 这边其实它是用了一个定制的一个 MOE， 后面我们会介绍。然后有256个那个专家。然后注意力这边其实它用了 MLA。
然后训练成本这块是有显著的优势，跟拉玛 3.1 比起来，基本上是少了一个数量级。当然，这里我们可以看看拉玛 3.1 还是用了稠密，并不是用的是一个就稀疏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就是说可能是大力出奇迹这一路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有大算力、大资金、大模型，就可以有更好的效果。这个也是一种的一个方式。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DeepSeek 3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特点。首先，它总共有671 B， 就6710亿，然后跟 GPT-3比起来有175 B 的一个参数量会多一些。当然，这里多一些也不是说我们的计算量多了，因为DeepSeek V3 的话，其实是有一个 MOE 在，这样的话，它其实每一个 token 或者说词，其实只要激活370亿的参数，370亿参数的话，其实这个量远远小于GPT-3的一个量，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可以降低一个计算量一个作用。当然 ，MOA 这边的话，其实它主要进行一个低质压缩的一个效果，对那个 KV Cache 进行一个压缩。首先，然后我们具体往里面看一点，就是说这两个核心技术的一个特点，这个就是那个 MOE，也就是说是DeepSeek MOE 的一个东西。我的理解就是说，其实它是主要想减少那个计算量，也就是说跟我们这个逻辑就是穷则战术穿插有点像了。当然，它主要也针对就是现在我们算力不足的一个情况。核心的思想就相当于是有一个共享专家，然后有256个路由专家，每次激活8个路由专家这种方式，其中的共享专家去捕捉通用知识，降低知识冗余；路由专家量是比较大的，然后颗粒度也是比较细的，灵活组合，方便知识表达，提升效率。MOE 的话，其实它有个好处是在于，就是说我们并不需要所有的路由专家都过到，也就是说所有的好多都不用去计算。当然，结果的话，就是说它其实需要的一个过的参数量只要360亿，而不是像拉玛 3.1 的话有4050亿的一个参数。这个就是说它是能够减少计算量，对吧？当然，这里我们也要说一说，就是其实用了 MOE 以后，其实对算法人员的一个要求会更高，因为这个东西会有很多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需要很多的一个调整才能完成。然后我们再想象一下前面我们所说的，即使这样一次预训练也需要4000多万一个成本，人民币的一个成本。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就相当于是这个事情其实也是非常不一般的，而不是说我们以前的一些算法，我们一调整只要几秒钟或者1-2分钟就可以在一个 CPU 上面完成，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它是需要调动几千个卡一起去算的，也就是说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接着 DeepSeek 有第二个核心技术 MOA， 也就是多头的一个低质的一个注意力机制。那这个的话，我的理解是从那个计算算力角度出发，其实是有点增加了一点点计算量来换那个存储空间，这也是属于一种穷则战术穿插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个的话其实也是针对美国的 HBM 的一个禁令。主要原因的话 ，AI 算力还是严重依赖于高性能内存的一个量。然后我们大概解释一句，其实我们在推理的时候，就是内存带宽更是瓶颈，它需要的算力其实不大。那这时候这个 MA 就会比较有用，它能降低在推理的时候对内存访问量的一个需求，使得我们整个性能会更好。当然，这里的核心思想就是刚才说的，就说是低质压缩 KV Cache， 能显著降低推理时候 KV Cache 的一个存储需求。结果来看，就是 KV Cache 的量能降低93%，然后推理的性能也能够右下这个图能够提升5-6倍。这其实也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方式。我的理解其实很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么做，大概率就是说在做服务的一个员工
可能会做算法的员工说，哎呀，我们这个内存这边瓶颈太大了，能不能从算法上面进行一个调整？我们可以增加一丢丢的计算量，然后但是我们想降低内存的一个需求量，然后算法的同学进行一个优化，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当然 DeepSeek 不只是上面这2种的一个优化，它还有自研的一个轻量级的一个框架，而这个其实从我的理解它是非常重要的，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的主流的 PyTorch 一个框架，其实它原生是支持单 GPU 的一个训练或者推理，主要原因在于 PyTorch 是在10几年前做的，然后当时的话一个 GPU 完全可以训练一个模型，所以说 PyTorch 原生是支持一个 GPU 的一个优化。然后我们现在大模型都是成千上万个卡一起做，这样的话PyTorch 就支持起来就不太好。目前 PyTorch 的支持方式有点像是想支持不同的一个并行方式，它需要在上面加一个 wrap， 也就是说在上面糊个东西才能够进行一个支持。那从这种方式来说，其实它并不是原生支持，所以说这个就效果不好。所以说想做得好，当然需要一个自研的轻量级的一个框架。另外一个方面，就 DeepSeek 也说了，就是计算跟通信，其实在 GPU 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串扰，这个的话就从 PyTorch 这个层面就很难去解决，因为这块的话它不允许 GPU 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划分，使得我们一整个的一个优化没法进行一个进行。当然这块的话，我们实验室也是测出了一个串扰的一个现象，而且这块我们也完全能理解就是说它为什么要需要自研轻量级的一个框架。第二个DeepSeek 也是用了就是说8位的一个训练来提升算力密度。那这个的话从一句话来说可能也没什么，因为别人很可能都是16位的一个训练，他用8位。那这里我得解释几句。一般认为可能16位甚至32位才能够完成一个模型的一个收敛，用8位其实是非常冒险的。当然8位做的有优势，就是说算力密度高了，但是我觉得 DeepSeek 用8位去做，然后能提出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非常强。这个的话我觉得也是给后续咱们国内可能一段时间之内算力密度不足这个情况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对吧？第三个就是 DeepSeek 也提供了一个就是双 pipeline 的一种机制这样的话使得就是 attention 就注意力机制跟那个 MLE 这边一整个跑起来，它的一个通信跟计算的一个重叠度更高。那主要原因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过 ，MLE 的话其实对通信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影响会非常大，这块的话其实是需要一个系统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协同优化，甚至是跟算法的一个深度的协同优化才能完成。那 DeepSeek 提供的这个就是双链的一种技术，那这样的话其实它也是为了通信跟计算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重叠。最后一个我是特别想解读一下，就是网上传的比较多的，就是说 DeepSeek 用 PTX 优化绕开了CUDA护城河这个事，看看有没有这个事情，对吧？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 PTX 是什么。就 PTX 其实是类似英伟达这个汇编，但其实也不完全是汇编的一个东西，其实它是介于 C++ 跟那个英伟达汇编中间的一种语言。那这种语言的就是一个功能在于，就是说它可以去完成 C++ 这种抽象比较高没法完成的一个功能，例如 C++ 无法表达 GPU 内部的硬件特性，例如控制内存写到 L2 或者 L1， 或者说 GPU 显存，对吧？就 C++ 也无法调动GPU 内部的一个硬件引擎，这两个都是 C++ 或者 C 没法去做的事情，然后 PTX 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对吧？作用。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 DeepSeek 论文里面提到的一个 PTX， 那这个其实它是
写到了，就说是计算跟通信相关的一些事情，具体我就不念了。然后我的个人猜测，其实这个主要原因在于为什么要用 PTX，大概率是由于 GPU 显存的一致性模型做的比较差，也就是说它的 GPU 的 AOE 跟 AOR 其实它是一致性其实是完全不保证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假设 GPU 一边做计算一边做通信，它的一个内存一致性是无法保证的。那这时候就需要 用 PTX 指令确保需要交互的数据都写到 L2。那这样的话，或者说内存，这样的话能保证，也就是说通信跟计算的一个数据沟通才能完成。然后我们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就 DeepSeek 有没有绕开CUDA护城河？其实是完全没绕开，是更依赖于CUDA。但是这个的话，对我们国产硬件设计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后续的话，确实需要一个通信计算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协同，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当然，这里的话我们也要说一说，其实我其实没有跟DeepSeek 去聊过这个 PTX 它具体用了什么，我也没聊过。但是我大概可以猜，应该8、9不离十，应该是对的啊。最后一个，然后我们看一看我对未来的一个展望。从模型方面出发，我希望是 DeepSeek 为代表的国内大模型紧紧咬住国外先进大模型，对吧？从模型性能角度出发，我觉得咱们不要指望全面对美国有优势。我是希望就是说能达到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能够一段时间能去霸榜，就跟 DeepSeek 做的一样，或者说千问做的一样，就是我们能尽量去霸榜，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城头变化大王旗这么一个效果。第二个，同时我们又实现一个低成本，我们用我们的战术穿插，例如用 MOE， 然后他们最近出的一个 Sparse Attention， 然后也用那个 MOA 等等，我们实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成本，达到一个效果的话，就是右面这个图，这个图其实是来自美国那边，当然他们的出发点可能不是什么好的出发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意思还是比较能够好，也就是说从后视镜里面能看到咱们的一个东方龙，当然这个就意思有点就不太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体还是能够体现咱们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紧紧咬住，对吧？另外一个我特别想说的是，由于之前 DeepSeek 或者说千问他们用的一个算力一般用 H800，这个跟国外的 H100其实基本没什么差距，也就是说我们的大模型能咬住。但是我希望后续今后几年咱们的华为的一个算力，可能跟美国最新的会有一定的小差距。当然主要原因不是说华为水平差，而只是说我们的算力、我们的工艺受了一个卡脖子，所以会有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后续的一个状态的话，就是算力还是会受限，跟美国比起来会受限。我们希望后面这几年想咬住，很可能会更难一丢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还是对我们的国产大模型更宽容一些，千万不要说今后几年或者几年就说我们都完全没有霸榜，对吧？我们对美国这边这个差距越来越大了，对吧？这块我觉得可能会不太好，我希望大家还是宽容一点。当然这个状态希望后续有一定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我们希望国内以后突破工艺卡脖子，这个时候具体来说，就希望中芯国际等硬核大厂能够突破工艺的一个卡脖子。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光刻机，对吧？非常好的光刻机，可能7纳米、5纳米、3纳米等等，那这些都是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算力。另外的话，华为等算力公司的木犀等等。寒武纪等等算力公司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算力密度的一个 AI 芯片，对吧？例如910，还有那个寒武纪等相关的一些芯片。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也能实现一个火力覆盖，跟右边这个图一样。然后我们的一个算力，假设跟美国这边
差不多的情况下面，或者说只是后续落后一点点的情况下面，我们能实现一个就是火力覆盖又加战术穿插，有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算法，然后我们的算法是对国外也是有优势的，能够实现一个低成本，对吧？的情况下面，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战术穿插加上一个火力覆盖。最后达到一个效果，我希望是一个类似这么一个效果，就是以后我们国内的一个工业化的一个水平，希望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站着把 AI 的钱给挣了，这个是希望，我是觉得应该是咱们能够看到这么一个结果，我们就等就是工艺卡脖子能够解决，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所说的一个效果。这块我是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然后这块需要大家一起的一个努力，就是搞模型的把模型搞好，搞算力的把算力搞好，对吧？然后别的相关朋友希望能够给大家加油鼓劲，对吧？我的讲座就到这里。当然，我这次讲座主要是科普性质的，所以有很多不严谨的地方，有好多算的地方，其实也是粗略的去算的一个东西。假如有不严谨的地方，敬请谅解。好，谢谢。